裴荣景从地上站起来，走到领头人面前。是谁派你们来的？你最好想清楚再说。如今你已经落到了本王的手里，本王有10000种办法让你开口。黑衣人头领硬气地撇过头，想要他出卖雇主，门都没有。下一瞬，只见小蛇不知何时又爬上了他的双腿间。快说，再嘴硬，牛牛给你咬掉。弟弟，什么是牛牛？蛇蛇说要咬掉这个叔叔的牛牛哦。裴荣景面色瞬间黑了。不该问的别问。我说，黑衣人从怀中掏出一块玉佩。我们接单子从来不问雇主的身份，这是雇主的信物。您是摄政王，想要查清楚背后之人，应该不难。玉佩质地莹润，一看就非凡品。看到玉佩的最角落雕刻着一个温字。温国公，是他想要刺杀昭昭吗？对方想要你们杀了昭昭啊？不是刺杀，对方只让我们带走他。至于想要做什么，我们并不清楚，而且我们并不知道您是王爷呀。我已经把我知道的都已经说了，您能不能放过我这帮兄弟？你们是千羽阁的人啊？您怎么知道的？裴荣景用软剑挑开了他胸前微微敞开的衣襟。千羽阁的人，每个人的胸口都会刺上豹子丹青。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们的身份，还请给我等一个痛快。裴荣景抱着昭昭闪身上了马，他牵着马转向黑衣人。据本王所知，千羽阁下干的是买卖消息的生意，何时也开始暗杀掳人了？江湖中人自然是有钱就赚。既然如此，燕羽处理干净。怕是千羽阁内部出了问题，不过这可不是他关心的。敢伤害昭昭就该死。裴荣景带着昭昭一路疾驰，直接闯进了金銮殿。此时朝会还未结束。摄政王到。高位上的皇帝登时站起身。是谁伤了你？微臣此次前来，就是希望陛下能够惩治幕后之人。今日微臣与臣女昭昭遭遇了上百人刺杀，幸得死里逃生，刺客也尽数扶住。不过刺客临死前交代，是有人拿着这块玉佩让他们来刺杀我们。这块玉佩的背面刻着一个温字。裴荣景的话音刚落，皇帝射向温国公，后者茫然的抬起头，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陛下，老臣是冤枉的呀。海公公立即从摄政王手中接过玉佩，折返回去递给皇帝。皇帝拿起玉佩端详了半天，猛地将玉佩砸在温国公身前。这玉佩乃是当年进贡之物，温义欢大婚之日，朕赐给了你温家，你还敢说你是冤枉的？他颤巍巍从地上捡起玉佩，看了眼玉佩的样式。这是陛下御赐之物没错，可是1年前老臣就已经将这玉佩献给了温贵妃了。陛下若是不信，万可以命人去查看一番。温贵妃已经被朕一条白绫刺死，难不成刺杀之人还能是个死人不成？可那也不是老臣呢。可是老臣真的是冤枉啊！老臣哪有胆子刺杀摄政王啊？您就是给老臣100个胆子，老臣也不敢呐。海公公微微蹙眉，回禀陛下。陛下，这玉佩老奴见温贵妃死的时候还戴在身上。死人的东西晦气，就连贪财的工人都不屑去拿。他甚至让人葬掉温贵妃的时候，还将玉佩一并埋了。这怎么又出现在了刺客的手中？昭昭昨夜没睡好，此时站在底下，小脑袋一点一点的。皇帝瞧见了昭昭的模样，忍不住招招手。来，昭昭，到朕的身边来。昭昭猛不丁听见有人叫他，茫然的抬起头。还愣着做什么？快过来呀！昭昭看了眼裴荣景，见对方点头，这才小跑着扑进了皇帝怀中。昭昭，今天有没有被吓到啊？昭昭没事，就是爹爹为了保护昭昭受了伤，昭昭心里难过。昭昭不哭，黄伯伯呀，一定替你找到幕后真凶，将他绳之以法。昭昭实在太瞌睡了，小脑袋点了点，竟然趴在了皇帝的腿上睡着了。皇帝眼底浮现出宠溺的笑。陛下呀，老臣与摄政王无冤无仇，为何要派人害他呀？陛下，您可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还老臣一个清白呀！恰在此时，一只大白猫忽然从屏风后钻了出来，顺着房梁爬到了上面，找个舒服的位置卧下。这有什么好争执的？去查一下玉佩还在不在温贵妃身上，不就知道了？
谁在说话？皇帝闻言猛地一震，然而他看了一圈也没发现是谁在说话。裴荣景下意识看了眼昭昭，又看了眼房梁上的大白猫。皇兄，他这是听到了大白猫说话。这皇帝耳朵是不是出毛病了？刚才有人说话吗？本喵怎么没有听到？御膳房的鱼做的是越来越难吃了，有点怀念胖大厨的生鱼片了。可惜胖大厨被陷害投毒，已经押入大牢，还不知道死了没有。这些人怎么都不说话了？难道刺客是谁已经知道了？要本喵说，这玉佩既然是温贵妃的陪葬之物，直接开棺检查一下不就清楚了？愚蠢的人类，还没你猫爷爷聪明。皇帝狠狠地眨了眨眼，惊愕地看向了房梁上的大白猫。朕今天起草了，出现了幻觉了，竟然听到了一只猫在说话。他茫然地看向文武百官，却见他们毫无反应，所以只有朕能听到。他压下心底的震惊，又害怕吓到那只猫，只能悄悄冲海公公招手，凑近他的耳朵小声吩咐了句：去查一下御膳房之前是不是有个胖厨师犯了事，若是还活着就将他放出来。另外命人去开温贵妃的棺材，看看是否有人动了陪葬品。海公公心中猛然一惊，赶忙退了下去。金銮殿安静如鸡，唯有温国公跪在地上，大气也不敢喘。他刚张口还没出声，就被对方一个眼神瞪回来了。皇帝宠溺地拍着昭昭的小肩膀，大白猫的声音还在继续：站在最左边第一排那个，该不会就是钟永侯吧？据说他那个二儿子私底下可是个变态，就喜欢虐待女人。这狗皇帝还想给他儿子颁个见义勇为奖，真是瞎了眼了。这小畜生竟然敢骂我是狗皇帝，还瞎了眼！哼，等退朝一定命人捉住他，非得好好教训一顿。那个低着头快睡着了的，不会就是礼部尚书吧？他女儿被穷书生洗脑，都快上赶着给人家去生孩子了。殊不知那穷书生早就有了结发妻子，就等着她怀孕后给她当小妾呢，既得了钱财又得了美人。不行，下朝后一定要提醒一下周爱卿，她就这么一个女儿，若是出事了还不得伤心死啊。皇帝还想偷偷吃几个瓜，奈何海公公已经回来了。陛下，大事不好了！只见海公公扑通一声跪了下去。陛下，温贵妃的墓被盗了，不仅如此，温贵妃的遗体也不见了。你说什么？于德海，温贵妃是你看着下葬的，她的遗体怎么会消失呢？你还不快给朕一个解释！文武百官也被这个消息砸的是头晕眼花。陛下，温贵妃会不会根本就没有死，以此假死脱身呢？就是啊，那可是皇陵，何人敢偷盗皇陵啊？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啊！依老臣看，这绝对是温贵妃死里逃生的计谋，说不定温国公也参与其中。温国公一屁股坐在地上，脸色煞白。你们胡说八道，本官才没有！皇帝的目光阴恻恻的，看起来格外吓人。陛下，这绝不可能啊！温贵妃是老奴亲眼看着处死的，而且以防万一，老奴还给她灌下了鹤顶红，即便她是神仙转世，也活不了啊！裴荣景眉尾拧了拧，这件事似乎比他想象中还要棘手。陛下，这件事可否交由微臣去查？务必查出幕后真凶。敢偷到他的皇陵中去，胆子不小。这群人在那里叨叨什么呢？一惊一乍吓死叔叔了。就那什么贵妃的墓被盗了，尸体都不见了。哦，这事儿叔叔知道，我钻过皇陵的侄儿说过，好像是个满身白袍的人将那尸体带走了，还说要炼制成什么，哎呀，我忘了。咱们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难过喽。叔叔，我现在偷一块糕点都难了。可不是嘛，御膳房的人又多，看得又严。我上次就偷了一根鸡腿，那厨娘拿着菜刀追着我砍。这老登非说什么酸儿辣女，除了辣的一概不吃，吃辣的吃的痔疮都破了。出宫的时候要了老命了，硬是为了生女儿一声不吭，真是牛啊！他就是把全京城辣子吃完了，他也生不出女儿，他命里就注定没有女儿。盛怒的皇帝猛地一怔，讶然地瞧了眼房梁上的大白猫，见他似乎是睡着了，根本没说话，目光如炬地在大殿中四处搜索，最终落在了金銮殿角落的桌子下。两只老鼠缩在桌子下，啃着芝麻饼，吃得津津有味。皇帝气得面红耳赤，他吃辣怎么了？他
他就想要个女儿，怎么了？还有这2只小畜生是怎么知道他出宫要了老命？他们躲在一旁偷看了。皇帝的秘密被2只老鼠给戳穿，气得吹胡子瞪眼。下方的朝臣瞧着他，一会震惊，一会儿又气得面红耳赤，连大气都不敢喘。皇帝急着下朝去看看这猫和老鼠是怎么个事。温国公以及温国公府所有人全部收押，待刺杀一事查明真相，再行放出。不管这事儿是不是温贵妃死而复生做的，这次我都会借着这个由头打压温国公。他有丹书铁券，我动不了他们，但那又如何？刺杀摄政王就是诛九族的大罪，管你有没有，先关押了再说。更何况这老登还想抢走昭昭，挫他的春秋大梦去吧。陛下，陛下，老臣冤枉啊！哼，退朝。不是，陛下怎么走了？连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呀！哎呀！一向看温国公不顺眼的淮南王笑吟吟地走上前。哎呀，这还是本王头一次见到国公爷要进大牢的，真是可喜可贺呀！你也算是喜提一次牢狱之灾了啊！温国公气得面红耳赤，站起身指着他怒斥：哼，淮南王，你别得意，陛下敢这么对我，也能这么对你，老夫等着你喜提牢狱之灾。皇帝第一时间将海公公叫了过来，你去将金銮殿房梁上那只白猫给朕抓来，陛下这次喜欢上猫了。是，奴才这就去。海公公刚走到御书房门口，皇帝再次叫住了他。你等等，再将金銮殿南边角落里的老鼠一并给朕抓来。啊，还不快去！海公公连忙低头退了出去。陛下今日这是怎么了？又是猫又是老鼠的，莫非是今日温贵妃遗体丢失之事刺激到了陛下？海公公刚退下，裴荣景就走了进来。皇兄，我来接昭昭。朕瞧着不如将昭昭留在宫里吧，跟着你真是遭罪，又是刺杀又是受伤的。这次是意外，下次绝对不会发生了。那些刺客，他们都是些江湖中人，查不出什么头绪，唯一的线索就是那块玉佩。皇兄觉得这事儿会是温贵妃做的吗？若真如海公公所说，这温贵妃80%是死透了，只是什么人会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偷走她的尸体呢？皇帝皱眉想了下，刚才那2只老鼠似乎提到了什么白袍人，但是他不能将他听到动物说话的事情说出来，否则摄政王定是要以为他疯了。这件事朕也会命人调查，不过温贵妃确定已经死了，不可能会是幕后真凶。这样，你命人调查下京城哪里有可疑的白袍人出现，若是发现立即逮捕。白袍人，皇兄可是知道些什么？皇帝被瞧得一阵心虚，他立马站起身，绕过龙案，走到裴荣景身边。刚才海公公回来说，温贵妃遗体失踪那几日见过白袍人经过，朕也只是怀疑。他绝对不能说他是听2只小老鼠说的，所以这锅就让海公公背着吧。裴荣景眼底闪过压抑的笑意，皇兄这会怕知道他能听懂动物说话，将他当成疯子？既然他不想说，那他也不戳穿，看他能忍到什么时候。裴荣景压着嘴角的笑应了声，将龙椅上的昭昭抱起来。今日昭昭受到了惊吓，臣弟先带他回府了。皇帝不舍地瞧着昭昭，朕的提议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昭昭留在宫里。摄政王转身就走，跑得飞快，好似身后有什么洪水猛兽在追。半个时辰后，海公公终于带着御林军回来了，手中还提着一只不断折腾的大白猫。海公公有些害怕地跪下：陛下，是老奴没用，只让人捉住了这一只大白猫，您说的老鼠，老奴实在是没瞧见呢。皇帝闻言也没恼，毕竟老鼠会打洞，没那么好捉住。将它抱过来给朕。海公公听话地将大白猫放在了龙案上，还害怕它会跑了，给它五花大绑，结实得很。这皇帝抓本喵来干什么？落在皇帝耳朵里就成了喵。说人话。说人话？什么说人话？我只是只猫，你见过哪家的猫会说人话的吗？没听懂吗？朕叫你说人话。这老登怕不是个傻子吧？竟然让本喵说人话。本喵是能说话，本喵不得成精了？他是不是御膳房的毒蘑菇吃多了？在金銮殿上的时候不是骂朕骂得挺欢吗？这会儿不停的喵喵喵是什么意思？还跟朕面前装呢？
朕让你说人话，你听不懂吗？再敢跟朕喵喵喵，小心朕要了你的脑袋！这皇帝是不是疯了？他竟然逼着本喵讲话，本喵也想讲啊，可本喵一只猫哪里会啊？老邓，你给本喵说实话，你是不是看本喵不顺眼，想要找借口处理了本喵啊？朕叫你闭嘴，不准喵喵喵！大白猫立即止住了枪，害怕地瞪着他。这狗皇帝不会真的要杀了本喵吧？本喵真的不会说话。皇帝见他然真的立即停下来，颇得意地挑了挑眉，还给朕装不会说人话，朕怎么叫你闭嘴就停下了？你和老邓都要杀我了，本喵哪敢不住嘴啊？你到底想干什么啊？你给本喵一个痛快！皇帝眉头狠狠蹙起，他都这么威胁了他，这只猫怎么还在喵喵喵？你当真不会说人话？大白猫听懂了，狂点头。不会啊。那你能听懂朕说话吗？大白猫犹豫了下，他抬起眼眸对上皇帝危险的眼睛，点头如大蒜。听得懂，听得懂。既然能听懂朕的说话，那朕问你，你是不是在金銮殿上骂朕了？大白猫直接实话，不是他怎么知道他骂他了？感情他现在把自己抓过来，就是因为他骂了他。他支支吾吾的，连喵喵声都弱了。哼，这会儿知道怕了。这大白猫有点意思，难不成他今日听到他说话是有什么契机、时间、地点，还是必须在上朝的时候？他先是带着大白猫去了金銮殿，还是听不懂，又换了时间，还是不行，就连跟在身后的海公公都不知道陛下想要做什么了。皇帝重新回到御书房，将大白猫抱进怀里，给他松了绳子。朕听你说喜欢吃御膳房胖厨师做的鱼，朕已经命他给你做着了，以后你就留在朕的身边，哪里也不许去。若是你敢逃跑，朕就扒了你的皮，做成围脖。如果契机不是出在他的身上，那必定是在这只猫身上。既然能听懂第一次，那就会有第二次。他相信总能找到原因的。本喵真是刚逃出了疾风的魔爪，又落进了这皇帝的手中。不过有胖大厨做的鱼吃，也不是不能接受啊。这天，昭昭躺在椅子上，笑呵呵地看向对面两个美女姐姐。你们就是爹爹给昭昭安排的暗卫吗？红英和荔枝对视一眼，齐齐跪下。手下荔枝见过三界小主子。昭昭哪里见过这阵仗，她笨拙地跳下躺椅，小跑到两人面前。快起来，快起来，不要跪昭昭。是。红英和荔枝十分听话地站起身。这就是小主子吗？长得和王爷真像。就在这时，嘿，小崽子，你疾风爷爷来看你了！眼看着他庞大的身躯即将扑到昭昭，两道身影如同闪电般划过，下一秒，疾风来得快，去得也快，约莫过了10个呼吸间，疾风才一瘸一拐地再次走进院子。小崽子，刚才的一幕发生得太快，昭昭都呆住了。好一只畜生，竟然还敢来！让我来，今天非得将他大卸八块了不可。荔枝抽出腰间的短刃掠过去。小崽子，快救救我！你的人要杀狗了！眼看着荔枝即将手刃疾风，荔枝姐姐住手，它是三哥的宠物。荔枝眼疾手快，匕首堪堪停在疾风的脖子处，疾风扑通一声吓得跌坐在地上。这比宫中的御林军还要可怕，我可是后宫一代霸主，竟然被一个黄毛丫头给吓破了胆儿。这要是说出去，我哪里还有脸面在宫里混啊？裴艳白从院子外走了进来。不愧是皇叔培养出来的暗卫，身手不错。三哥，你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你个小没良心的，说说你上次见三哥都是什么时候的事了？怎么都不说去看看三哥？三哥今日若是不来，你是不是都忘了三哥的存在了啊？嘿嘿，三哥说笑了，昭昭才没有呢。他探出身子朝外望了眼。怎么不见二哥和六哥？他们没有一起来吗？他们课业落下太多了，夫子不愿放人。昭昭想见他们，恐怕要等到端午节休幕了。那好吧，还好昭昭不用上学。裴艳白闻言，眼底闪过一道光。昭昭如今已经4岁了，皇叔怎么没想着给他找个启蒙老师？莫非皇叔第一次当爹，竟把这事给忘了？看来他是时候跟皇叔提一提了。刚才还在庆幸的昭昭，殊不知自己也将迎来痛苦的学业。疾风从两人外面挤进来。小崽子，快上来！你疾风爷爷带你出去玩。昭昭看了看裴艳白。三哥准备带昭昭去哪里玩呢？裴艳白直接提起他的后颈，将他放在了疾风的后背。郊外的花都开了，三哥带你去放风筝，好不好？好耶！昭昭最喜欢
快放风筝啦！他们刚准备离开，大黄的声音从身后急呼呼响起：啊，小丫头，你是想背着我们偷偷出去玩啊？疾风一瞧见大黄，顿时龇牙咧嘴：哪里来的丑狗，给本大爷滚远点！哎呦，我可是小丫头的看门狗，你是哪冒出来的？敢让你黄爷爷滚？没错，小主人已经有狗了，你是哪位？两狗一狼吵得不可开交，周围人只听到三只正在疯狂的汪汪汪，顺便夹杂着一声狼嚎。好丢人啊，怎么回事？好不容易安抚好了三只，他们终于出了府。等他们到了城郊时，就看见天上飞着各种各样漂亮粉嫩的风筝。昭昭骑着疾风，抓着风筝在前面跑，身后跟着凑热闹的大黄和皓月。巨大的丑蜈蚣刚升空，四周齐刷刷射了无数道好奇的目光。哇，那风筝好酷啊！怎么是个小丫头在放？她看起来好眼熟啊！哎，这不是摄政王刚认回来的小郡主吗？同样来放风筝的苏沐瑶等人瞧见这一幕，嫉妒的鼻子都气歪了。娘亲，你快看，是那个。疾风驮着昭昭追着风筝跑了好几圈，这才累得吐着舌头回到裴艳白身边。昭昭从疾风身上跳下来，三哥你快看，昭昭的风筝最亮眼啦！独一无二，可不就是最亮眼的吗？何止是亮眼呀，简直是有点扎眼睛啊！你能想象在一堆粉色娇嫩的风筝当中，赫然钻进去一只巨大、巨丑、巨长的黑蜈蚣吗？三哥，你怎么不说话呀？是不喜欢昭昭的风筝吗？怎么会呢？三哥也很喜欢的。昭昭狐疑的小眼神充满了怀疑。他才不喜欢，他那是为了哄你开心。你的蜈蚣又大又丑，土不拉几，也就你有这样的审美。瑶儿还小，不会说话，还望三殿下和小郡主莫要见怪。三皇子经常会参加各种宫宴，温奕欢有幸见过一次，一眼就认出来了。据本王所知，令千金和昭昭年岁相似，为何昭昭就不会这般没规矩的说话？依本皇子看，这就是家风不严所致。若是不加以管教，说不定长大以后偷鸡摸狗事小，败坏家风可就不好了。万一再传出和男子私相授受，不知廉耻，那可是要进猪笼的。世子夫人，本殿下说的可对啊。苏沐瑶整张脸憋得通红，羞愤不已。哎呀，三殿下这话可就严重了，我家瑶儿。令千金怎么样和本殿下无关，本殿下也只是好意提醒。世子夫人若是不能接受，全当本殿下没有说过吧。温奕欢装出来的贤良淑德差点破功了，他气得浑身颤抖。昭昭眼睛亮晶晶地瞧着他，满眼的崇拜。三哥这嘴可太会说话了。苏沐瑶什么时候被这么羞辱过？简直是奇耻大辱。你别得意，你不过是摄政王请回来的。一个马蜂窝不知道从哪儿飞出来，顿时成群的马蜂嗡嗡嗡地冲出来，将他们二人悉数包围。两人惨叫着跌跌撞撞地往远跑。大黄背着皓月从远处跑过来，让你尝尝你黄爷爷的马蜂窝，让你们再欺负小丫头。主人，还有仔仔，是我捧着马蜂窝砸到他头上，仔仔砸的可准了，仔仔厉不厉害？原来是大黄干的，他怎么能听懂一只狗说话了？大黄、皓月，你们好棒！还有我，你疾风爷爷可是给那些马蜂说了，今天必须让他们每个人喜提大猪头。裴艳白僵住了，他的狗也开口说话了，起猛了，没睡醒，马蜂群谁也不遮，就逮住温奕欢二人遮，尤其是苏沐瑶被马蜂蛰得哇哇大哭。听到这边动静的苏怀瑾等人连忙跑了过来，结果他们刚一靠近，那些马蜂就好像闻到味儿似的，专门挑苏家的人蛰，就连苏怀瑾都不例外。不过好在他是练家子，拔剑呼呼砍掉了好几十只马蜂。那些马蜂见状也不敢去继续蛰他，而是全部冲他的妻女儿子继续下手。这忠永侯府是做了什么孽了？竟然让马蜂追着蛰！哎，这一幕好眼熟啊！你们是还记得半个月前摄政王府门口温国公一家也这样享受了一场鸟屎浴？哎呀，要不说他们是亲家，这待遇都一样，哈哈哈哈！苏怀瑾面色黝黑，温国公的事情他也听说过，当时只当是谣言，根本没去信。如今这马蜂也是中邪了似的，专挑他们一家蛰。娘亲，一定是他，肯定是他使了什么手段，这些马蜂才会只蛰我们。苏沐瑶嗷嗷的哭，小脸已经肿得看不出本来面目，猛地扑到温奕欢面前，还吓了他一跳，失手将他推了出去。苏沐瑶平白无故再次受伤。
反应过来的温一欢赶忙蹲下去扶她。哎呀，娘的瑶儿，你没事吧？娘亲刚才没注意，不是有意推你的。苏慕瑶终于忍不住了，嚎啕大哭。走，此地不宜久留。都听三哥的。裴艳白抱着昭昭上了马车，他趴在柔软的垫子上，将买的酱板鸭拿了出来，美滋滋地啃起来，正吃得津津有味。马车忽然震动，好像撞到了什么东西。来者何人？当小郡主的马车作甚？昭昭咕噜噜爬过去，从车帘子底下钻出个小脑袋。年过半百的白敬山一见到昭昭，颤巍巍扑过来，跪在地上。小郡主，还请你救救老夫的孙儿吧，我孙儿他快不行了。糟糕，把那个软骨症的小男孩给忘记了。老爷爷，你快起来，昭昭现在就跟你回去看小哥哥。白敬山老眼通红，闻言激动地站起身。老夫多谢小郡主。应该的。马车一路狂奔，回到了白府，还未下车，就瞧见了门口站满了人，其中最瞩目的就是身着华服的老夫人。见到白敬山下了马车，三步并作两步的走过去。老爷，人可请到了，燕儿的身子等不得了，大夫说已经无力回天了。唉，我们可怜的燕儿啊，这到底是造了什么孽呀？枉我们白府行善积德，最终连这一根独苗苗都留不下。别说了，小郡主已经来了。他话音刚落，昭昭就被裴艳白抱下了马车。哎，这怎么是个小娃娃？他当真能治好我们燕儿吗？小郡主的师兄乃是大名鼎鼎的薛神医，他年纪虽小，但是本事不小，你还是给老夫少说几句吧。老夫人自知失言，连忙道歉。小郡主莫怪，是老身失言了。无碍的，无碍的，快带我去瞧瞧小哥哥吧。小郡主，快随我们来。穿过白府的长廊，直接到了小少爷的院子里。昭昭刚进去，就瞧见了躺在床上脸色发白的少年。昭昭立即朝小少爷跑过去，他按照医书上的记载查看了他几个重要部位。这也不是软骨病的症状啊，难不成昭昭记错了？软骨病的骨头应该是软的，就好似人的脆骨一样，没有任何的支撑力。可是小哥哥的骨头却很坚硬，一点都不脆弱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在昭昭绞尽脑汁时，挂在窗棂上的两只小鸟忽然说话了。啾啾啾，真可怜，这小少爷就要死了，亏他爷爷还是个御医，连自己孙子是不是得病都不知道。也不能全怪他爷爷，是那幕后之人太过阴险，竟然使用了巫蛊之术。啾啾，只要将他贴身佩戴的护身符取下来烧掉，他孙子自然就康复了。可是他们根本就想不到，那护身符会是害死他们孙子的罪魁祸首。对呀，谁让那护身符是他祖母亲自给他戴上的？昭昭将他们的话听了个一清二楚，目光下意识地落在了白胜燕的脖子上，果然在那里看到了一个护身符。小少爷的身体猛地一颤，嘴角缓缓流出了鲜血。小少爷又吐血了。白敬山夫妇闻言，顿时眼眶都红了。小郡主，我家孙儿还有救吗？昭昭皱着眉，一把扯下了白胜燕脖子上的护身符，转身看向他们。白爷爷，你那孙子根本就不是得病了，而是中了巫蛊之术。这个就是害他差点死掉的东西，现在只要将它拿去烧掉，小少爷很快就会好转的。白老夫人闻言，身体不由自主地后退半步。这怎么可能？这护身符是老身亲自给燕儿求来的，为何会变成巫蛊之物啊？这个昭昭也不清楚，你们若是不信，老夫信。白敬山从昭昭手中接过护身符，转身命令小厮取火盆来。很快小厮就将火盆端了进来，白敬山将护身符举到火盆上，护身符刚一碰到火盆，轰的一声冒出半人高的蓝色火焰。看到火苗的颜色，白敬山的目光忍不住一颤，若是正常的东西被焚烧都是黄颜色的火苗，根本不会是这种颜色。这火焰的颜色，这小丫头好厉害，她是怎么发现护身符有问题的？太好了，太好了，小少爷不用死了，我们又可以继续吃到虫子了。自从小少爷病倒之后，就没人让人给咱们抓蚯蚓了。白敬山猛地转过身，看向自己的妻子。这个护身符你是从何处得来的？还能从何得来？
当然是护国寺了。3年前安儿去世后，我这心里总是不踏实，这才让莲儿陪我去护国寺上香，顺便给燕儿求来了这道护身符。老夫人说到这里，猛地止住，浑身都跟着颤抖。是了，燕儿就是3年前突然开始发病，竟然是我害得燕儿至此。护国寺，听娘亲说，护国寺是大圣朝最大的寺庙，里面还有德高望重的方丈坐镇，又怎么会有巫蛊之说的护身符流出来呢？半个时辰后，白胜燕终于悠悠转醒。小郡主，燕儿她是不是没事了？只是病得太久，身体还有些虚弱，昭昭会给你们开个方子的，你们给哥哥好好补补身体，不出半个月就会活蹦乱跳了。昭昭说完，将最后一味药材也画了上去，这才将药方递给白敬山。后者将药方拿了过去，仔细的看了遍，眉毛抖得厉害，不过却越看眼睛越亮。裴艳白也瞧见了药方，不由得多看了小家伙一眼。虽然才4岁还不会写字，可这画画的天赋却是已经显露了出来。不错，不愧是我裴艳白的妹妹。小郡主，不愧是薛神医的师妹啊，这药方真是奇了。老夫怎么没想到将这味药材换成白术呢？妙啊！这样一来，既弥补了燕儿虚不受补的病症，又能很好的快速给她补回身体，老夫佩服啊！白爷爷妙在，是师傅教的好。白老，天色不早了，本殿下就先带着小郡主回了。今日之事，多谢小郡主了。待我孙儿好了以后，老夫必定亲自登门拜访。忠永侯府，娘亲，爹爹，瑶儿好痛，明日便是瑶儿生辰，我要怎么顶着这样的脸去见人？苏松年和苏洵听到这话，脸色也难看了。一定是那个害的，还要听旁人说那马蜂窝就是他带的狗丢过来的。父亲，母亲，把我们害得这么惨，你们一定不能放过那个。明日你先用素纱遮面，不叫旁人看见便是。娘亲，我讨厌那个他害女儿变成这副模样，女儿心中咽不下这口气。放心，娘亲会替你报仇的，只要那明天赶来咱们忠永侯府，娘亲就有办法对付他。苏怀瑾听到他的话，忍不住皱眉，想说什么，最终闭了嘴。那丫头确实应该给点教训，否则也太无法无天了。摄政王府，王爷，您明天确定要带小郡主去参加宴会吗？这忠永侯府摆明了就没安好心，王爷怎么还要带着小郡主去呢？这次有红英和荔枝在他身边，他不会有事。更何况还有那些可爱的小动物，不是？他目光含笑地扫过门口躲着的2只小老鼠。可是王爷，忠永侯府上的人胆敢之前那般羞辱昭昭，本王又怎么会轻易地放过他？想要将他们彻底按死，总要得有个由头不是？这次忠永侯专门请了请帖，为的可不是本王，而是想要对昭昭下手。本王把这机会给他们了，他们可千万别让本王失望才好。还以为王爷领养小郡主以后变得柔和了不少呢，原来都是我的错觉。王爷这是憋着大招呢，真是要么不动手，要么往死里弄，还真是符合王爷一贯的作风。明日除了红英和荔枝，你在暗处再多派些人手盯着。另外，今夜让人偷偷放2筐蛇到忠永侯府的院子里。啊，放蛇？王爷是想让毒蛇提前咬死他们吗？好让他们明天没法作妖了。一想到白云山上那些小蛇专门咬人裤裆，燕语就忍不住打了个激灵。裴荣景一个眼神射过去，燕语立马闭嘴。属下这就去。王爷怎么突然生气了？是我说错话了吗？翌日一早，昭昭还在睡梦中呢，就被粉桃和青梅从床上拽了起来，2人一左一右的伺候她洗漱梳妆。小郡主真好看，跟年画里的娃娃一样。可不是嘛，就没见过像小郡主这么可爱的孩子。小郡主该出发了，王爷已经在等您了。昭昭刚走出大门，就看到了站在马车旁等着的裴荣景。裴荣景将他放在软垫上。小陈猫，爹爹给让人给你买了八宝鸡，你想不想吃？吃，爹爹最好啦。裴荣景这才从一旁将八宝鸡取出来。鸡腿。
你慢点吃哈，小心噎着。小丫头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若是营养跟不上，以后的身体也好不到哪儿去。昭昭，你想不想上学？爹爹安排你进入国子监，和哥哥们一起学习。昨夜裴艳白临走时，还因为昭昭启蒙的事情专门来找过他。若不是他提醒，他还真想不到这一点。毕竟第一次当爹，昭昭啃着鸡腿的手一抖。爹爹啊，昭昭可以不去吗？万一像二哥和六哥一样，天天被夫子扣在学院里学习，那还不得痛苦死啊？不行，你现在可是本王的女儿，是大圣朝的郡主，怎么能是个大字不识的文盲呢？昭昭顿时觉得口中的鸡腿不香了，想哭怎么办？小家伙嘴巴一瘪，刚准备酝酿情绪，你哭也没用啊！若是不去，爹爹以后再也不给你买八宝鸡了。啊，爹爹什么时候也学会威胁我啦？他眼珠子咕噜噜一转。可是二哥和六哥不是在白鹿书院吗？昭昭去了国子监，岂不是见不到二哥和六哥了？那万一昭昭要是想二哥和六哥了？裴荣景哪里不知道他在打什么主意，忍不住笑着摇头。你二哥和六哥自从淮南王府的事情发生后，就已经回到了国子监。为什么呀？他们觉得隐瞒身份，结交真实的朋友固然重要，但是没有皇子的身份在，他们就保护不了想保护的人。更何况当初在淮南王府时，他们的身份已然暴露，就没必要再遮掩下去了。那好吧，那昭昭去国子监。美好的后宅堂没有了，以后再也不能一边吃着粉桃姐姐喂的葡萄，一边听青梅姐姐讲故事了。半个时辰后，马车终于停在了钟永侯府门前。昭昭刚被裴荣景抱下马车，就看到了站在门口迎接宾客的温逸欢。昭昭扑哧笑出声：什么事儿这么好笑啊？爹爹，他猪头。裴荣景下意识朝温逸欢看去，不看不知道，一看还果真有几分像。虽然他已经用了素纱遮面，但是饱满红肿的额头却彻底暴露了。昨夜燕语已经将昨天的事情讲给他听，他只当是被蛰了几下，没想到会这么严重。我家昭昭学坏了。正笑着迎接翰林院士夫人的温逸欢骤然听到大猪头，身体猛地一抖，转身朝街上的马车望去，对上昭昭笑嘻嘻的双眼时，他维持在脸上的笑容差点破功。世子夫人，您有在听我说话吗？多谢夫人的礼物，我们家瑶儿肯定会喜欢的。另外，您刚才说的那件事，等今日宴会结束，我再同姐姐好好说说。嗨，我等妹妹的好消息。钟永侯可是开国大功臣，府中又有丹青铁券，若是他儿子真的能和苏慕瑶定下娃娃亲，那他们林家的地位在京城岂不是要更上一层？送走了林夫人，温逸欢才费了好大劲儿扯出一抹笑。哎呀，摄政王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还请王爷莫怪。他目光掠过昭昭的脸时，还带了不少的怨毒。今日就是你的死期。摄政王径直从他身边走过，连个眼神都没给他。世子夫人还是好好想想，你们钟永侯府欠本王的5万两黄金，今日该怎么还吧。别忘了，今日可是你们最后的期限，若是欠款还不上，这钟永侯府可就是本王的了。真以为是因为他摄政王好说话，才会答应欠款推迟3日，还不是钟永后说了，若是3日后还不上，就用钟永侯府做赔偿，5万两换钟永侯一家人露宿街头，这买卖不亏。温逸欢听到这些话，嘴角的笑容瞬间凝滞，他就非要当着这么多宾客面下他们钟永侯府的脸面吗？安排好了吗？放心吧，表姐，那些人都是流匪，认钱不认人，落到他们手中，死的一定凄惨无比。那就好，千万做干净点，别让摄政王那个傻神发现了。是，表弟我做事儿，表姐放1万个心吧。2只小老鼠站在凉亭里的石桌上，绘声绘色地将刚才听到的话演绎了出来，尤其是扮演温逸欢的那只小老鼠，甚至表情都模仿得像极了。王爷，是奴婢中毒出现幻觉了吗？这2只老鼠在这里比划啥呢？还有模有样的，简直像极了2个人在对话。王爷，一定是奴婢和红英早上吃毒蘑菇吃多了，看到了这辈子都没有见过的异怪之事。裴荣景紧绷着俊脸，他因为抱着昭昭，所以自然听懂了小老鼠在说什么，但是他还要假装听不懂。这是昭昭养的2只小宠物，训练后会简单模仿一些人类的动作，大惊小怪的，这有什么好稀奇的？就知道这个女人要搞事情。昭昭忽然趴在裴荣景耳边，将刚才小老鼠说过的话又复述了一遍。
爹爹，你说昭昭现在该怎么办？裴荣景眼底闪过一丝寒芒。昭昭害怕吗？昭昭才不怕呢，昭昭身上这次带足了师傅教我制作的毒药，而且比之前都要厉害。他们要是真敢伤害昭昭，那昭昭就给他们下毒，哼，昭昭才不会吃亏的。王爷，你和小郡主在说什么呀？什么下毒，什么伤害？是有人想伤害小郡主？嘘，是中永侯府的世子夫人哦，她是抢了昭昭娘亲身份的坏爷爷。红英和荔枝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震惊。所以小郡主竟然就是传说中温家真千金温时宜的女儿。传闻中，温时宜5年前是因为偷人怀了野种，才被赶出了中永侯府，所以他家王爷就是那个野男人。他们脸上的表情太过明显了，一看就知道在想什么。你们很闲吗？要不要本王罚你们绕着中永侯府的外面跑几圈？王爷恕罪，属下再也不敢了。是红英姐姐和荔枝姐姐做错了什么吗？爹爹要罚他们跑圈。裴荣景紧绷着脸，做错什么？私自猜想主子，算不算做错？没什么。裴荣景转移话题，稍后爹爹有事要离开一会儿，你让红英和荔枝陪着你，好不好？好，爹爹快去忙吧。等爹爹走了以后，他就要去搞事情了。1刻钟后，昭昭鬼鬼祟祟地出现在了中永侯府的后院。小老鼠，你确定这里就是坏姨姨的房间吗？昭昭表示不太相信，刚才他已经被他带着走错了好几回。哎呀，谁让叔叔我上次来都是2年前的事了，有点记不住。不过叔叔保证，这里绝对是温宜欢的房间。红英和荔枝也猫着腰，好奇地往里面张望。小郡主，我们这是要去做什么？我要找到坏姨姨的房间。小郡主找到房间做什么？坏姨姨想要害死昭昭，昭昭让她当众出糗，不过分吧？嘿嘿，等会儿见到坏姨姨，就让小老鼠去吓唬她，让所有人都瞧见她被马蜂蛰过的大猪头。不过分，不过分。他们找的那群流寇就是从扶风山上下来的，他们无恶不作，坑蒙拐骗，残害妇幼，能和这样的流寇有联系，中永侯府的人也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没错，等他们来抓小丫头的时候，我们就跟着过去，把他们的贼窝给端了。你们认真的？房间里，苏慕瑶趴在温宜欢的怀里。娘亲，这芙蓉膏根本没用，女儿脸还是这样，只要女儿带我怎么见人？哎呀，娘亲都带着素纱，你就不能带吗？可是今天一周哥哥也在，女儿不想让他看到女儿这副模样。面纱遮着，他能看见什么呀？行了，赶快把衣服换了去，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苏慕瑶有些不情不愿，还想拉着温宜欢的袖子撒娇，被对方狠狠抽回了衣袖。你若是今天不想出门，那就留在房中吧，左右不过到时候我与你父亲说你受了风寒。娘亲，女儿现在就去换衣服。说完抱起衣服就走。都怪那个今日若是在一周哥哥面前出了洋相，定要他好看。苏慕瑶拿着衣服走到里间，刚准备换上，赫然与床上的小老鼠来了个四目相对。你好啊！娘亲，有老鼠！旋即他不管不顾地冲出来，跟在他身后冲出来的还有好几只小老鼠。温宜欢哪里见过这么多老鼠，简直以为自己在做梦。下一秒，更多的数不清的老鼠从房间里涌出。相公，有老鼠！他吓得转身就跑，连身后的苏慕瑶都顾不上了。苏慕瑶跟不上他的脚步，哭得那叫个凄惨。这边的动静很快吸引了宾客们的注意，温宜欢和苏慕瑶还在尖叫，脸上的素纱掉了都没注意。他们猛地冲进人群，抓住人就喊：有老鼠，好多的老鼠！鼠妖！温宜欢犹如晴天霹雳，呆愣愣地伸手去摸脸上的素纱。我的面纱，这不是我！你们不许看，都给我把眼睛闭上！哎呀，哪里来的猪妖啊！本夫人告诉你们啊，这里可是中永侯府，识相的赶紧滚！对，你们别过来啊！再敢上前一步，小心我们跟你拼了！娘亲，老鼠又来了！这群人不让他们过去，身后的老鼠们又追了上来，这是想害死他们吗？成群结队的老鼠好像蝗虫过境似的，朝他们蜂拥而至。这中永侯府怎么会有这么多老鼠啊？蛇！那里还有蛇！在场的贵女夫人见到这一幕，惊慌失措地往外跑，有人冷不丁地摔了一跤，恰好与地上的小蛇四目相对。蛇呀！谁知成群的小黑蛇好像瞧不见他似的，绕过他朝前追。不咬我！这些人哪里见过这么恐怖的场景？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无论是老鼠还是蛇，竟然都不咬他们。慢慢的，这些世家小姐和夫人都停了下来，警惕地盯着那些鼠群和蛇群。
只见数不清的蛇和老鼠竟然将温逸欢和苏慕瑶包围在里面。娘亲，我怕，瑶儿怕。苏慕瑶咬着唇，惊恐地哭着。不仅如此，她还被吓得尿裤子了。闭嘴，别说话，万一激怒了他们。啊，这是怎么了？钟永侯浑厚的嗓音从人群外响起。等他推开人群走到里面时，顿时惊得后退一步。啊，怎么这么多蛇鼠啊？祖父救我！温逸欢也瞧见了跟在他身后的苏怀瑾。相公，快救救我们啊！夫人，瑶儿。他喊完，拔剑就要冲过去救人。不等他靠近，那些小老鼠和蛇群就嗖不见了。有人这时才反应过来，难以置信地指着倒在苏怀瑾怀中的人。那刚才那只猪妖是世子夫人？哎，那个小的岂不就是今天的主角苏慕瑶？温逸欢浑身颤抖，脸色都白了。苏慕瑶更崩溃，他最喜欢的益州哥哥也瞧见了他这副尊容，吓得路都不会走了。摄政王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戏谑地瞧着忠永侯府的人。侯府还真是让人刮目相看，竟然招来了这么多的蛇鼠。难不成苏小姐是什么灾星转世？不是吗？昭昭是吗？那就让你当人人唾弃的灾星吧。摄政王这是何意啊？爷爷当然是字面的意思啊。爷爷，你看着也不像是老糊涂的模样，怎么连话都听不懂啦？还不如昭昭呢。昭昭说完还有些不解地看向裴荣景。爹爹，为什么是灾星转世啊？难道他现在不是灾星了吗？是本王说错了，他呀不是什么灾星转世，而是灾星降世啊！裴荣景！突如其来的怒吼令众人皆惊。苏怀瑾，你敢直呼本王之名，是在蔑视皇权啊！围观众人皆是倒吸一口凉气，藐视皇权，这可是杀头的大罪。苏世子他不要命了吗？我看他就是仗着自己父亲是钟永侯，才敢如此放肆，也不怕摄政王治他个大不敬之罪。听着周围的议论声，失去理智的苏怀瑾才心底一慌。王爷恕罪，是在下一时情急，才会冒犯了王爷，还请王爷大人有大量，宽恕于我。宽恕？钟永侯即便心里气得要死，此时也只能硬着头皮求情。王爷，这件事也不能全怪怀瑾呐，实在是王爷刚才的话太过吓人，才让他一时情急失了分寸。王爷，您何不高抬贵手，原谅了他？然而他这话怎么听怎么都像在怪罪摄政王。早就听闻钟永侯仗着自己是裴先帝打江山的老臣，对皇室这些后辈并没有多少敬畏之心。今日一见，果然如此啊！如今前朝尽数被两侯两王把持着，唯有摄政王是站在皇帝那边的。哎呀！裴荣景周身的寒意越来越浓重，压抑的众人喘不过气。就在众人以为摄政王要当场发作时，他身上那股寒气陡然消散。他抬起眼皮，似笑非笑，明明在笑，却让众人毛骨悚然。瞧把侯爷吓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本王要杀了他呢。那不是吗？